近日，拜登团队放出最新竞选广告，讽刺特朗普的有罪裁决。广告标题为“品格很重要”，并将两人做了对比。这也是6月27号首场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之前，拜登团队斥资5000万美元宣传活动的一部分。This election is between a convicted criminal who's only out for himself and a president who's fighting for your family. 口水仗你来我往，在上周五的一场竞选集会上，特朗普就继续猛轰拜登的对外政策过于软弱，称普京对他毫无尊重。特朗普还许诺，若再次当选，将在全美上空修建铁穹反火箭弹系统。In my next term, we will build a great iron dome over our country. We deserve a dome. We deserve it. All made, state of the art. It's a missile defense shield. That it'll all be made in America. Jobs, jobs, jobs. 还有不到10天，今年美国大选首场电视辩论即将上演。为了防止再现拜登和特朗普在2020年开火谩骂的辣眼场景，主办电视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祭出最严辩论规则，包括适当情况下将强制关闭麦克风、禁用提词器和小抄，不能跟幕僚互动的，现场也不会有观众。对此种种，渴望在交锋中得势的特朗普暗指不爽。Let's have no audience. Let's have both parties sitting down. And let's have just a sealed room where just the two of them plus, I guess, a couple of hosts. So that was an offer that nobody would accept. I said, I'll do it. Because they assumed I wouldn't. And then when I didn't do it, they could say, well, we offered it to Trump and he rejected. The one big difference here is this muting of the mics thing. And that is going to be the biggest difference. There'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we saw in anything in the past. Never has been used in a presidential debate stage before. And I think there is a question, if you go back to 2020 and think about the disastrous first debate for Donald Trump, the fact that the mics were unmuted and that Trump was able to allowed to make kind of an ass of himself in that debate actually worked to Joe Biden's advantage politically. 与此同时，美国皮尤研究中心14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对美国两党主要总统候选人同时持负面看法的选民比例激增至25%，创下了至少30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这个数字几乎是4年前两人首次对决时的2倍。距离拜登特朗普首场电视辩论还有不到10天，两人的竞争是越发的白热化。近日，一段拜登在筹款活动中突然僵住并被前总统奥巴马领走的画面，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那白宫呢，很快就出面反击，称拜登是在向人群致意。白宫还指责部分媒体道德败坏，散布虚假信息，但不少网友对此并不买账。在一场由乔治·克鲁尼、茱莉亚·罗伯茨等多位好莱坞明星共同举办的筹款活动上，拜登与前总统奥巴马一同接受了长达45分钟的采访。在告别环节，奥巴马向民众多次挥手致意后欲离场，拜登却愣住并露出诡异笑容，一动不动僵在原地。奥巴马不得不拉起拜登的手，半推着将其引导出场。这一幕在社交媒体上迅速引发热议。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德鲁·贝茨随后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反击，称拜登没有僵住，他是在向人群致意。贝茨还批评传媒巨头默多克旗下的《纽约邮报》道德败坏，使用剪辑过的视频误导公众。白宫还进一步声明称，至少6家主流媒体对相关视频进行了事实核查，确认了白宫的解释。不过，对于贝茨的说法，不少网友并不买账。有人在其评论区留言：“我们都看到了，你为什么要撒谎？”还有人讽刺：“每个人都可以实时观看视频，你越是这样做，大家就越知道情况不妙。”尽管白宫不认，但拜登近期确实频频被抓包，多次神游。6月10号，在白宫纪念奴隶解放日音乐会上，身边的人都在随着节拍轻轻摆动，而拜登却僵在原地，几乎没有眨眼。6月13号，拜登在意大利参加G7峰会期间，也出现了类似的定格，但是他缓缓转身走开，所幸被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及时拉回。以
系列事件进一步加剧外界对拜登健康状况的担忧。美国知名记者塔克·卡尔森日前在接受专访时就指，美国总统拜登正在大家眼前时去世。What do you think? How long will he last? Will he before he's asked to leave or actually passes away? Right. Well, I mean, I think the real adversary here is nature, and the science. And the finite nature of human life. So, right, he's reaching the end of that. He's dying in real time right before us. 外界质疑不断，美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则再度出手护肤。当地时间6月14号，在一场竞选活动上，吉尔称丈夫不畏年龄，且是最有效率的总统之一。This election is most certainly not about age. Joe and that other guy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age. Let's not be fooled. Joe isn't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presidents of our lives in spite of his age, but because of it. 拜登吉尔的激情护肤甚至引来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的关注。扎哈罗娃调侃道：“也许他们应该选举拜登的妻子，她口齿清晰，不会摔倒，同时又充满同情心。”昨天，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6月18号至19号访问朝鲜。访问朝鲜结束后，普京将继续访问越南。据克里姆林宫17号发布的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本月18号至19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据悉，这将是普京时隔24年来对朝鲜的首次访问，也是金正恩首次以朝鲜最高领导人身份接待俄罗斯元首来访。外界预计双方将在多领域加深合作。韩国《韩民族日报》评论称，此访将为俄朝加强全方面战略合作的新契机，这令美西方国家极为警惕。美国五角大楼今年5月就曾发布报告渲染称，俄罗斯正在乌克兰使用朝鲜制造的弹道导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交部在本月1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曾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原则上讲，中方欢迎俄罗斯与相关国家巩固和发展传统友好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将是第2次到访朝鲜。上一次他对朝鲜的访问是在2000年7月19号，当时距离他首次当选俄罗斯总统仅2个月。在那次访问中，他与时任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举行了领导人会谈。韩国情报和安全部门17号消息指出，俄罗斯和朝鲜会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朝鲜为契机，建立起相当于有事实自动军事介入水平的紧密军事合作关系。据韩联社援引情报机构相关人士指出，朝俄此次合作可能会采用类似于双方1961年的合作模式。这意味着一旦朝鲜进入战争状态，俄罗斯有可能立即采取军事介入行动。1961年，朝鲜与苏联签署朝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其中包括缔约任何一方处于战争状态时，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的内容。访问朝鲜结束后，普京将于19号至20号访问越南。对于普京出访越南，路透社17号称，此举凸显了越南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报道称，越南未派代表出席上周末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与此同时，越南在上周早些时候派出副外长前往俄罗斯参加金砖国家会议。而在去年升级了与越南的关系，并且视越南为重要贸易伙伴的美国对此反应强烈。据报道，19号至20号访问期间，普京预计将同越南新任国家主席苏林和其他领导人举行会谈。这是普京自2017年以来首次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双方预计会签署贸易、投资、技术和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协议。